笑傲沙竟穿越成为了盘古的亲兄弟。盘古大兄，大兄，我叫笑傲沙，你以后会砍我吗？混沌未开，一尊未曾绽开的青莲在混沌深处悄然凝聚，而在青莲之中，一尊身影静立坐在莲台之上，在其身旁还有一尊还未曾成型的谜团。这是哪？小弟你醒了。这时他才发现自己身旁的这堵巨墙竟然也是一个人。你是谁？我名盘古，千里一步苏醒，与你乃是同胞，你可称我一声大兄。盘古大兄，我的天哪！小弟，哎，大兄，我在呢，刚睡醒，有点发忙。大兄，我叫笑傲沙，你以后会砍我吗？为兄怎么会砍你呢？你可是吾的弟弟。笑傲沙听到这话也是松了口气，然后再度陷入了沉睡。盘古看着沉睡的笑傲沙，便往着笑傲沙身上传输一些混沌之气。混沌无岁月，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笑傲沙再度苏醒。小弟你醒了。这时，整个混沌突然开始剧烈颤抖起来。大道在无时辰时间模式，掌控时间法则。时辰向大道、混沌所有的生灵宣告时间法则的存在。时辰出世。大兄，你还有多久才能出世？应该还有一些时间。又过去了好久，一道响彻混沌的声音再度响彻起来。大道在场，无阳为乃空间模式，掌控空间法则。接下来的岁月里，3千国神自己睡世。笑傲沙也沉睡过了无数次，每次清醒，他也会陪着盘古聊天、讲故事。盘古看着陷入沉睡的笑傲沙，脑海回味着笑傲沙对他说的那些故事，特别是那个白雪公主化身奥特曼大战7个葫芦娃的故事，更是让他念念不忘。沉睡的笑傲沙不断吸收着周围的混沌之气与法，不断壮大着自身，可实力始终突破不到混元大罗金仙境界。难道我的路在洪荒之上吗？丁，系统已修复。老子竟然有系统！察觉到盘古即将出世，由于宿主平肩一角的原因，盘古的本源有轻微受损，请选择。笑傲沙首先排除选项3，要知道盘古可是他的大兄，就这点奖励也想挑拨他与大兄之间的关系，看不起谁呢？我选2。一份本源与一颗珠子突然出现在笑傲沙元神之中，而在某处混沌之中，混沌魔神突然喷出一把鲜血。我珠子呢？我那么大一颗混沌珠呢？5大混沌之宝之一的混沌珠竟然消失了，混沌魔神那嘶吼声响彻整个混沌。混沌呢？死在发火的风。混沌魔神扫视了周围无数混沌，但始终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混沌珠的存在。是谁夺了我的至宝？混沌魔神的至宝竟然被人夺走了，真的假的？开玩笑吧，谁能夺他至宝？这股气息好像是混沌，听起来好像是有人夺了他的混沌珠。笑傲沙死里逃生，系统给他的奖励竟然是直接从别人那里拿过来。盘古看了看笑傲沙，莫非这是与小弟有关系？盘古脸上流露出一分甜，心中却是做了一个等他出世，一定要将混沌那厮先给砍死，省得他到时候找到自己小弟身上。笑傲沙将刚刚获得的那份盘古放在了盘古面前。大兄，这是我偶然得到的，希望对你能有帮助。这气息。大兄别多想，这不是我从自身抽离出来的本源，而是我机缘巧合得到的。我知道大兄你有你的路，希望这对你能有些帮助。随后将那份本源直接导入了盘古体，盘古体表突然大放神光，使得整个混沌都在剧烈震动。而在身旁的笑傲沙此时也是大受好，疯狂地吸收着周围的道文与法则韵律。突然间，笑傲沙像是感觉到了什么一般，有些疑惑地看向了上方。他能感觉到一道宏伟的目光向这里投来了注视。大道爹，你来了！那道目光像是有些迟疑起来，下一秒一突然消失不见。你好偏心啊！整个混沌就我一个人，没有半种法宝。突然上空一道灵光射进笑傲沙体内，下一秒笑傲沙只感觉体内多了一件法宝，正是与混沌珠、混沌青莲、开天造化玉蝶并列5大混沌至宝的灭世大魔。不知过去了多久，笑傲沙终于将混沌珠与灭世大魔初步炼化了。就在这时，整个混沌突然震动了一下。只见盘古突然睁开双眼，站了起来。所有混沌之中的所有魔神们顿时脸色骤变。无有盘古，乃力之魔神，掌控力之法则。随着盘古宣告大道，盘古的气息也越发达到了半步混元以及大。而这时，大道的目光再次注视过来。大兄既然出世，那恐怕离生化洪荒也不会太久了。
霸道，这就是你给吾等的考验吗？身为掌控因果法则的他，明白这是大道给他们设下的考验。与盘古这一劫，他们怕是躲不开了。因果道友有没有办法将我等的这些因果消除掉？吾虽掌控因果法则，但这等因果吾也没办法，这乃是大道部下，吾也很无奈啊。如果可以的话，吾也不想和那盘古敌对啊。哼，这狗屁大道，吾有天一定让他尝尝这种滋味。道友慎言。他们每个人所掌控的法则都是由大道所化，但比起那盘古，多少有种私生子的感觉，但也不能对老爹不尊重。那如今吾等该怎么办？与那盘古战过一场，既然如此，那便与那盘古战过一场吧。生死有命，吾等也不是没有机会。毕竟那盘古再强，也只有一人罢了。吾等混沌魔神可是足有着数10万人啊！时辰道友说的有理。既然如此，那吾等还是早些联络其余人为好，早做准备。对，尤其是混沌珠被人夺走的那混沌道友。此时的盘古也感觉到了自己与其余混沌魔神的因果牵连，也明白了大道对于他的袭击。小弟为兄感觉到了自己的路了。笑杀听到盘古说的话，也是不由叹了口气。一府一个小朋友的混沌扛把子要来了吗？大兄既然已明悟了该走的路，那便去吧，记得把混沌青莲也给带上。可是小弟你还未曾化形，没了混沌青莲，你会被周围的混沌之气给磨灭的。大兄放心，这不是还有咱老爹吗？爹，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上方突然出现了一道目光，很无语的看向笑傲沙，但也没说什么。一道灵光落在了笑傲沙周围，化为了另一朵青莲，也有着36品灵态。小弟既然有着大道了父亲的照顾，那位兄就放心了。我也该履行自己的责任了。大兄，等等！诸位道友，时候到了，吾等各安天命吧。祝愿各位都能成功度过此劫。终于来了，吾倒要试试盘古那厮到底有多强。不知道这一战过后，一众道友还能剩下几人？下一刻，盘古脚踩混沌气，头顶造化玉体，手持开天神斧，出现在了众魔神眼。你妈的，总共就5件混沌至宝，你他妈一个人就占了3件是吧？要不5件通通给他算了，他妈的，亲儿子了不起啊！这时，盘古大手一挥，一颗散发着无数混沌气息的珠子与弥漫着滔天凶意的磨盘出现在了他的身上。你他娘的真有5件！此时的混沌在看到自己心心念念的混沌珠之后，气得破口大骂。混沌，吾找你好久了。盘古自然是没有忘记小弟的混沌珠是从谁手中得到的。为了小弟，其他人可以死得慢点，但混沌必须是先死的那个人。不是，你他妈神经病啊！盘古集齐了5件混沌珠，一出场，首先一斧劈向混沌珠。道友救我！道友莫慌，吾等前来救你。一道道混元太极大罗金仙的恐怖气息瞬间弥漫在了整个混沌之中。不愧是无量量劫，简直就是太极满地走，混元大罗不如狗啊！终于开始了，无数的法宝宣泄出来的神光砸向盘古的身躯，但被盘古身上的其余4件混沌至宝抵御了下来。而盘古混沌所出现的混沌，盘古再度飞升，连一丝元神与灵光都不存在。罗虎，听说你买车了？对呀，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闯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现在该你们了，还请一众道友护送。无数的火光与苍蝇喷洗过了，盘古就挽着一根战神手起斧落，劈下了其余的混沌。总有数十名混沌魔神到死生效。都别有保留，不然死的必将是吾。所有魔神纷纷催动了他们的法宝，轰炸下来。
5件混沌至宝化为了5道流光，迎上了数以10万计的混沌灵管。时光流逝，转眼便过去了一个亮节的时间。突然崩裂了一个口，化为了数十道碎片溅射开来，只剩1/3。脚下的混沌青莲上也是多了几道隐隐可见的裂痕。面对至宝的损坏，盘古早有了预料。而在盘古身前，仅剩的数十名混沌魔神显得格外狼狈，一道道伴随着力之法则的伤痕弥漫在其伤口之上。时辰等人看着眼前仅仅只是受了个轻伤的盘古，有些哑口无言。数十万的混沌魔神对战盘古，仅仅让他受了一个轻伤，且现在他们只剩几十号人。盘古道友，吾若是愿意申请，能不能给吾留个机会？退。杨梅顿时松了口气，也是二话不说原地升天。接着近大半的混沌魔神也是纷纷身解在了原地。盘古，别人怕你，我可不怕。来，我来与你一战。盘古，吴罗侯承认你很强，但若是想让吾与那杨梅那么窝囊的身解，吾可做不到。看着眼前的两人，盘古眼中也是闪过了一丝欣赏之意。他没有多说，直接朝着两人劈起之势。魔猿与罗侯两人拼尽了全身劲术，只见漫天的光掠过，两人这次也出于对两人的欣赏，盘古并未彻底斩杀，而是留下了一部分灵光。罗侯的本源化为了一缕魔气，消失在地之中，而混沌魔猿却是化为了4种，消失在了天际。宝子们，快过年了，快上瓜子吧！盘古一举灭了罗侯与魔猿。罗侯的本源化为了一缕魔气，消失在混沌之中，而混沌魔猿却是化为了4种，消失在了天际。时辰看着两人的下场，深深呼了一口气，笑着看向了仅剩的10余名道友。各位道友，吾时辰先走一步。说罢，时辰直接冲向了盘古，手中的时间轮盘迅速膨胀，直接将盘古笼罩其中。但盘古也时间轮盘便多了数道裂痕，但就在这时，时辰却是推动时间，牵动着时间长河，直接出现在了盘古身前。时辰自爆了。时辰道友，不愧是时辰魔神，果真是尿性。不知过去多久，在时辰自爆的狂暴能量之中，盘古的身影再度出现，脚下的混沌青莲再度多了10余道裂痕，其头上的造化玉蝶再度碎裂了一小半块。看着出现的盘古，剩下的混沌魔神知道，时辰自爆顶多也只是让盘古添加几分伤势罢了。仅剩的这10来名混沌魔神纷纷对视了一眼，也是笑了笑。道友一路走好。说罢，不约而同的一个时辰欲要直接自爆在了当场。这时，盘古却直接催动了时之力，一斧子扫过，剩余的混沌魔神全部被盘古一斧子给砍死。我可没空等你们自爆。所有魔神通通被斩杀后，整个混沌充满了死寂。要是能找到小弟说的那个世界就好了，也不知道小弟是从哪知道这些故事的。要是可以创造一个这样的世界就好了。他似乎明悟了什么，且感觉到了境界的一丝丝，离大道境就差那么一丝。父亲，小弟，我知道我的路在哪里。不来。小弟汉大兄的，今日大兄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好，洪荒终于要来了。察觉到盘古即将开辟洪荒，请宿主做出以下选择。看着这几个选择，前2个的奖励的确很丰厚，但这些奖励也想让他出卖大凶，瞧不起谁呢？我选3。随后，笑傲沙体内多了3道法则，分别是5之法则、魔之法则、帅之法则。这时，盘古手持开天神斧，直接朝着混沌进行劈去，混沌竟然被劈出了一道口。接着，盘古一斧子劈出了一斧。给我开！随着最后的一斧落下，整个混沌终于分开了。而这时，手中的开天斧也是轰然碎裂开来，分成3斧刃化为了盘古幡，斧背化为了太极图，斧柄化为了混沌钟。刚刚分开的混沌竟然试图再次结合在一起，不好，混沌不分，还不曾牢固。随即身形突然一移，直接用手撑住，同时催动着身上的4件混沌之宝，直接分布在了混沌的4个点，指住了混沌上下结合的图。无比宽广的混沌竟然被盘古直接撑了起来。小弟，你汉大兄帅不帅？帅，简直他妈的帅炸了！就这样，笑傲沙一边和盘古闲聊着，一边不断参悟吸收着其余的法则规则。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混沌也在逐渐发生了变化。又过去了数个量子，天地已然彻底成型，天地之间的规律变化也浮现了出来。可大凶也衰落到了极致，甚至已经不能时刻清醒。又过去了数个量级的时间，盘古突然苏醒了，将之前所斩杀的融入之中，随后又将那4件混沌至宝招了过来。去吧。仅剩一角的造化玉蝶突然融入了天空之中，而那混沌青莲也是开始分解开来，一颗完全成熟的莲子与4颗不成熟莲子与莲瓣、莲茎、莲叶都遁入了虚空，分散到了4处。
大兄，我想要这个。小弟，你要就给你吧。混沌青莲的莲蓬转眼便化为了一尊大鼎。盘古见乾坤鼎体积不高，便直接弄来了无数破碎的器具，融入了乾坤鼎之中。而乾坤鼎的品质也在此刻迅速飙升着，从先天至宝最终晋升为上品混沌灵宝。父亲，你看能不能再提升一下？呵，仅仅只是瞬间，乾坤鼎的品级便提升为了混沌至宝。随后，乾坤鼎融入笑傲沙的体内，接着混沌珠与灭世大魔也是钻进了他的体内。小弟天地已然成型，无还差最后一步。大兄，小弟不用太担心，无依然在，只是需要休息一下罢了。无名盘，历经无尽岁月中的开辟新界，从今日起，此界便名为洪荒。无之举止，开天辟地，为世间万物奠定万世之基。虽形神俱灭，无义无悔。看这天地广阔，世间自有生灵。愿后世之人珍惜这方世界，成无之精神，开拓未来，永不言弃。随后，他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身化红光，他呼出的气成为了风和云，他发出的声音化作了雷霆。两只眼睛，一只成为了太阳，一只成为了月亮，四肢五体也化成了洪荒中的四极五岳，而其他的器官也化作了洪荒的万物。而盘古胜在原地的元神一分为三，朝着新化的昆仑山飞去，脊部化成了舟山，心脏则是裹挟着精血落在了舟山山腹之中，形成了两处宫殿，一名盘古殿，一名傲沙殿。大兄，房子都给砌好了。突然，一股无比庞大的功德汇聚在洪荒之上。这是开天功德。下一秒，开天功德分成了几份，有4层朝着笑傲沙飞去，1层里朝着昆仑山飞去，1层落于舟山，半层与大道玄黄母气相融合，形成了一尊有着49层塔身的小塔。最后3层融入了洪荒万物之中。3清和12祖屋不是共占5成吗？怎么加起来才2成半？算了，等化形了再去帮他们一把就是了。谁叫他们是我侄子呢？此时的环境已有了一部分的雏形。还是这种环境比较适合我啊！接下来先化形吧，然后再去盘古殿看看大兄。大兄大手笔啊！走到广场上，看到旁边屹立着10株灵根。混沌灵根，我这是养了10个灵媒。来到一处庄严肃穆的大殿，他便坐在莲台之上。转眼便过了3个量级时间，那坐在莲台之上的身影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又过了1个量级，那莲台上的青年突然睁开了双眼。无中无始，无来去，道眼鸿蒙自此分，一生2化3000道，混沌青莲运双生，长子持斧开天地，劈断青浊有余生，叱咤之阴彻宇宙。哼哈，2级小乾坤，从此天高地狱厚，洪荒出城有余温，盘古联系化万物，方有夏秋冬雨春，立地万丈好几丈，化作舟山护众生，舟山之上神光现，地涌金莲花纷纷，神殿笑傲沙与盘古，万载缠绵咒语，荤星转斗，疑无梦醒，大道之下我独尊。那青年道音阵阵，向大道以及整个洪荒宣告着自己的存在。这是谁？盘古的弟弟？盘古还有弟弟吗？该死，这笑傲沙到底是从哪冒出来？怎么突然就出事？吴还没化形啊？笑傲沙也不知道他出事是福是祸，不行，老道的加快速度出事才行。大道的目光投向整个傲沙界，每一处都降下了万丈神光，无数逆质生灵因此显现，在眨眼间便开始急速生长，最后落下了一道灵石在那10大灵根旁。多谢大道爹！笑傲沙目光扫向了傲沙界的所有生灵。万年后，不在红渊山上讲到一人会，凡诞生灵智之生灵，皆可来接。转眼间，万年已过，笑傲沙的境界彻底稳固在了混元大罗金仙2重天。笑傲沙睁开了双眼，而在傲沙山下，3000生灵静静等待着他。何为道？有物混腾，先天地生，唯相无形，杳杳冥冥，寂寥淡漠，不闻其声。无强为之名，自之曰道。出道者，高不可及，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受无形，源流处处，充而不盈。若以静之徐清，施之无穷，无所朝夕。就这样，笑傲沙停顿了，也给了他们吸收的时间。1个元会匆匆而过，这些生灵的气息变强了，也开始化形，化为了一个个童子童女。这次讲到此为止，你们若是愿意，可在我傲沙殿中成为童子童女。我等愿意，多谢高尊，还是叫我老爷。多谢老爷。随后，笑傲沙便离开傲沙界，来到舟山。大兄，笑傲沙进入盘古殿中，盘古的心脏也仿佛感受到了笑傲沙的到来，心跳声越发震耳欲聋，似是在欣喜。大兄，我终于化形了，是不是很帅气？突然，盘古殿开始嗡嗡作响起来，仿佛是在回应着。
大兄没有骗他，大兄只是沉睡了而已。不远处还有着一个血池，上面漂浮着12滴精血，这便是日后的12祖屋了。12祖屋见过了，笑傲沙便了去昆仑山见见三清。此时的昆仑山还未曾出世，通体被一道迷雾所笼罩，只能隐约看到其雏形。进入大阵里面，只见一朵青莲静静待在莲池中央，这便是混沌青莲分开之后那一枚成熟的莲子所化，名为造化青莲。而莲台上方，3朵小元神漂浮在空中，这3朵小元神在感到笑傲沙出现的一瞬间，顿时飞到了笑傲沙身边，不断的蹭着笑傲沙。他们在笑傲沙身上感到了一股亲切感，看着不断蹭着自己的三清，笑傲沙直接催动静之法，将这一幕留存了下来。哎，你们小时候二叔也曾去看过你们，当时的你们可粘人了，使劲蹭二叔我。随后，笑傲沙分别朝着3个小家伙输入了数缕被自己提纯过的混沌之气，接着又去看了一眼隔壁的西王母。西王母不像三清那般理睬清静，反而在看到他之后开始瑟瑟发抖起来，整得笑傲沙都有些不好意思，总感觉有些欺负小孩一般。随后，笑傲沙一直在游历着整个洪荒。某天，笑傲沙突然心生预感，目光缓缓看向了一个方向。看来要出事了，不愧是他呀！感受到笑傲沙的目光投了过来，杨梅顿时心中不禁一紧。坏了，笑傲沙这厮怎么突然出现在了这里？不行，老道必须赶紧跑！别走嘛，杨梅，难道你不欢迎本尊吗？老道的空间法则，你竟然主修的空间法则？怎么担心我抢了你空间魔神的名头？哪还有什么空间魔神？现在只有一个杨梅道人罢了。来，坐下品茶。那我们边喝茶边论道。好。就这样，两人论道一论便是数个元会的时间。经过这一次论道，杨梅没想到笑傲沙还修力之法、时间法则、阵之法则等等将近300条法则。我的天哪！而杨梅从中有所干预，通过升到了混元金仙。好了，我也该继续游历一下洪荒了。我也去，也该见见那些老朋友了。随后，笑傲沙与杨梅两人也开始结伴游历。又过去了一个亮节的时间，途中遇到了不少老朋友，因果、五行、鲲鹏等人。又过了数个元会，他们来到了须弥山前，望着牢牢将须弥山藏起来的大阵。杨梅道友，该你表现的时候了。在须弥山未化形的罗喉，竟被穿越者拿着鞭子抽。罗喉老乡，快开门！我们是来送温暖的。这两人怎么跑我须弥山来了？是想对我出手，还是来我面前嘚瑟的？想了想，罗喉直接当没听见，反正躲在大阵里，这两人总不可能毁了他的大阵吧？且这大阵是洪荒规则显化的。老杨啊，你觉得罗喉会不会让我们进去？应该会吧，都到门口了。罗喉道友，吾与傲沙道友并无恶意，不妨出来一叙。哼！这是不想出来了。哼！笑傲沙来到了大阵面前，开始破阵。快，须弥山外的大阵便直接破开了一个缺口。随即，杨梅跟随笑傲沙直接迈了进去。须弥山中，正坐在12品灭世黑莲的罗喉，不知怎心中突然一悸。不是，这两人怎么进来的？本老祖的大阵呢？怎么没有反应？罗喉道友，似乎你看见吾等有些惊讶。杨梅，少在这阴阳怪气，说吧，找本老祖有什么事？罗喉，你也不用担心，本尊没什么恶意。哼，笑沙，有话直说，若是没事，别怪本老祖送客了。罗喉，你的态度让本尊有些不舒服。笑傲沙随手一挥，阵之法则顿时将周围笼罩。阵之法则，难怪他能这么快破开大阵。没等罗喉回过神来，笑傲沙随即直接朝着罗喉抽了过去。下一秒，他再度被笑傲沙强行抓了回来，力之法则化为一直接抽打了罗喉身体。该死！罗喉和笑傲沙的一轮大法推动不了。怎么是这件大凶器？我的乖乖！罗喉如今的实力实在差笑傲沙太多，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啊！这还叫会比？像笑傲沙这种人，他吹吹气都能灭一大群。笑傲沙有种就直接灭了本老祖，你这算什么？哈哈哈哈哈！你笑什么？你们到底来我这要干什么？没事啊，就是过来看看老朋友。笑沙，你在耍我？我哪里耍你了？不信你问问杨梅。你误会了，我等真就是抱着游历洪荒的打算，刚好发现你的气息，于是便来看看你。啊！随后，罗喉挥手将自己这些年珍藏的一些宝贝拿了出来，同时在他身前也推出了2张莲台。罗喉，洪荒乃是我大兄所创，作为小弟的我自然要帮他照料。我与你们并无什么仇恨，所以我对你们在洪荒之中并不持反感态度。当然，这前提是你们并不会对洪荒造成什么太重的影响。你觉得呢？啊！你他娘什么意思？我能对洪荒有什么影响？本老祖现在都还没有出世，我可以答应你，绝不对洪荒造成什么太严重的影响。接着，笑傲沙也是拉着罗喉
开始论道起来。这一论道便是3个圆会过去，3个人都有了不少党。论道结束后，笑傲沙便在老爷回来了！一时间，3间童子恭迎老爷归来！好家伙，外面除了我们这些混沌魔神之外，都不曾有着一个生命。你这竟然已有了3000之多，道友还真是大手笔。道友误会了，这不是我的手笔，而是大道做的。笑傲沙看着眼前一个个已达金仙境界的童子，脸上也是多了几分欣慰之意。去那10株灵根中取一些灵果。是。这是极品混沌灵根。老杨，不就是10根极品混沌灵根吗？不至于吧？你本体可是远远超过了这10根灵珠。杨梅都快哭了，什么叫这10根极品混沌灵根啊？他之前的本体的确是远超这10根灵珠，可现在的他还比不上这10根混沌灵根。两人朝着大殿走去。当杨梅刚刚迈进大殿之中，整个人再次骂那浓郁的大道法则气息，仿佛就是大道亲自将所有法则递到嘴边一般。道友，试试我这天桑茶。不愧是极品混沌灵根，仅只是一杯茶都让老道的本源恢复了一点。既然有用，那道友不妨多喝点。转眼间又过去了一个亮点，须弥山中的盘坐在12品灭世黑莲莲台上的罗侯突然睁开了双眼。是时候了。昔日魔之魔神，今日罗侯道人历经无尽岁月，终得圆满，于今日出世，望大道正直。如今宣告，也是为了告诉大道，昔日的魔之法则掌控者已然不在，剩下的只有一个罗侯道人，也是与之前的他做个了解，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的融入洪荒。随后，也是在出世的第一日，向大道将这一世与当世进行划分。他们这些人修为都与杨梅刚出世那般，乃是大罗金仙巅峰。这些人都有个相同的地方，那就是之前与笑傲沙论道过的。而在洪荒某地，头顶着造化玉蝶碎片的红军脸色有些颇为难看。该死，这些人怎么会比本尊出世还要早呢？红军实在想不明白，明明自己都有着造化玉蝶碎片了，按照他之前所推测的，应该是他第一个出世的才对。这时的红军也有些颇为纠结，他不知该不该现在出世，可他离大罗金仙巅峰还有着一些距离。在犹豫了一段时间之后，于是乎这一天，红军也准备出世。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洪荒之中陆续多了不少出世的人，几乎90%都是混沌魔神的本人所，只有小部分由洪荒天地间所演化出来的。而在傲沙界中，笑傲沙、杨梅两人也是终于停止了修炼。此时的杨梅已然达到了混元金仙后期，而笑傲沙从混元大罗金仙2重天晋升到了混元大罗金仙4重天，体内已经有了足350道大道法，其中有20多条是已经达到了混元大罗金仙境界。恭喜道友修为大增，同喜。洪荒之中已经热闹起来了，该出去看看了。很好奇洪荒除了英国等人之外，还有多少老朋友？说罢，两人也是直接从傲沙界中离开。笑傲沙竟遭到攻击，原来是天地所怕的西渠妖兽。尔等是何人？竟敢来我地盘？你的地盘，你可知我是谁？管你是谁，等你到了老祖肚子中再说吧。西渠朝两人猛地一起，两人却是丝毫不受影响。杨梅道，不认识啊。哼，管你杨梅不杨梅，哪里来的小妖精？识趣的就将你们身上的法宝交给老祖，老祖兴许能放你们一马。老杨还不赶紧把你的法宝给交出来，毕竟他说你是个小妖精。没想到杨梅直接将这头牛给弄死，还以为他要将这头牛收为坐骑呢。笑傲沙与杨梅离开舟山之后，杨梅回了道场，随后笑傲沙便独自踏上了游历之路。突然，一头大罗巨兽瞬间出现在了笑傲沙面前，竟然是一头凶兽孽畜，没想到这时已经出来了吗？这股气势是混元大罗金仙，是笑傲沙。红军没想到笑傲沙竟然出现在了这里，难道是来抢造化玉蝶碎片？红军原本想推演一番笑傲沙的具体目的，但奈何他如今只有大罗金仙修为。笑傲沙望向了红军的方向，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红军，本尊对你这老小子不感兴趣了，别在我面前瞎晃悠。这次只是给你一点教训，下次再让我发现你算计，别怪本尊不讲情面。红军也顾不得什么造化玉蝶碎片了，赶紧撤。而在笑傲沙取走那一块造化玉蝶碎片之时，在远处的红军突然脸色骤变。大道不公，实在是不公啊！其实笑傲沙的目的的确不是造化玉蝶碎片，但红军算计他，所以直接取走了。没记错的话，罗侯应该也会取得并炼化一部分的造化玉蝶碎片。正是因为这般，这两人才会成为道魔之争的主角。此时真的
气势越来越强盛，且散发出的怨煞之气，使得周围的土地化为了荒漠。荒漠很快恢复了正常。笑傲沙看着这一幕，思考着要不要做些准备，毕竟凶兽对洪荒的伤害太大。察觉宿主做出决定，宿主可做出以下选择。第一个和第二个的奖励我知道，第三个无极四方护神大阵具体有什么作用？我选第三个。随后，一股信息涌入了笑傲沙脑海之中，脸上也是浮现出了一抹笑意。看来是选对了。而在须弥山深处，罗侯看着自己手中那一小块造化玉蝶碎片，哈哈，没想到出去逛了一圈，能找到这种至宝。罗侯道友、无与五行道友、乾坤道友来此赴约了。因果、五行、乾坤，进来吧。罗侯道友，这次邀请我们几人过来，所为何事？都知道笑傲沙吧？知道，我等之前还与其一起论道呢。那尔等对此又有何等看法呢？诸位可知道，那笑傲沙脾性狂妄至极，完全是无等如物。以他的修炼速度，倘若他成为了洪荒之主，还不知道要嚣张到何等地步。所以今日本老祖也是想邀请各位一同合作，不知诸位道友有何想法？吴家母猪突然早产，罗侯道友告辞。吴家公主也早产，告辞。俺也一样，告辞。罗侯突然抬手，一道大阵直接显现出来，将这周围空间直接封锁住，且十余大罗金仙身影从魔气中走了出来。罗侯，你真要与吾等作对，莫以为就凭这些大罗金仙初期就能对吾等出手。你竟然已经突破到混元金仙了！各位道友，何必如此呢？那小傲沙再强，也才仅仅只有混元大罗金仙2重天。若是吾等早做准备，等到动手之时，吾等合力，未必不能与他有着一战之力。难道诸位就那么想低那笑傲沙一头吗？对呀，因果，要不你们就答应他吧。笑傲沙，罗侯邀请因果、五行、乾坤一起对付笑傲沙，却被笑傲沙发现。要不你们就答应他吧。笑傲沙。罗侯下属见情势不妙，便打了话，但下属却被一股无为势定在了原地。开不开心？激不激动？罗侯懵了，自己谋划之际竟然被笑傲沙抓到了，这出师未捷身先死啊！笑傲沙单手一挥，将罗侯吊在了空中，然后在其手中赫然浮现了一道罗侯十分熟悉的长鞭。笑傲沙，你少用这些手段来欺辱老祖，有种你直接杀了我！那可不行。一鞭接着一鞭抽在了罗侯身上，足足抽了3年之久。本尊这次就放你一马，但需要帮我做一件事，你可愿意？说。本尊需要你想办法，在洪荒布置一些防御的大阵，将整个洪荒笼罩在其中。这不可能，吾做不到。这样，你组织一下在洪荒之中的所有人，让他们与你一同布置，尽力去做便是。无论成功与否，这次你想对我动手的事情都一笔勾销，而且我也会让杨梅道友帮助你。可。不知因果道友几人能否帮本尊这个忙？毕竟这是对诸位道友也是颇有益处。傲沙道友客气了，吾等也是洪荒的一份子，做这件事也是吾等应该做的。如此甚好。将罗侯放下来后，随手取出一些灵果，递给了因果3人，也朝着罗侯扔了一颗。这是混沌灵根的果子，这起码也是上品混沌灵根的。没想到在这天地初开的洪荒之中，竟还存有这等灵根。这些果子就当笑傲沙给予各位的酬谢吧，此物对各位道友本人的恢复也是大有益处。多谢傲沙道友。笑傲沙离开之前想了想，也是直接将自己获得的那小半块造化玉蝶碎片打入了罗侯体内。既然你想要这个，那这个就给你吧。罗侯，吾等在10个元会后自会登门与你完成傲沙道友的吩咐。接着，罗侯将自己10个元会之后，邀请洪荒所有大能一聚的信息给传播了出去。罗侯坐回了12品灭世飞莲上，开始探查之前笑傲沙在他体内打入了什么东西。笑傲沙为何会将这东西给我？难道他不知道这乃是造化玉蝶的碎片吗？随后，罗侯将这块造化玉蝶碎片与自身拥有的那块造化玉蝶碎片拼接在了一起，而造化玉蝶碎片的品级也直接跃升到了先天之本。1个元会之后，笑傲沙来到了一处火山前。原来是不死火山，袁凤的地盘。就在笑傲沙思索着要不要去看看袁凤之时，只见不死火山周围猛然爆发开来一只绚丽多彩的魔女，这便是天地间第一只凤凰袁凤。而同时在东海之地和洪荒大地上的祖龙与史麒麟。
过道尊。你认得我？当初道尊宣告整个洪荒之时，吾虽还未化形，但也有了一些灵智，自然是认得道尊。若是道尊不嫌弃，可移步吾不死火山之中。好，那便带本尊去看看你那不死火山吧。此时偌大的不死火山也仅仅只有袁凤一人，在中央有棵梧桐树和一些灵根。你什么时候开始演化族群？果然是瞒不过道尊，应该就在最近了。既然有缘，那本尊就帮你一马吧。笑傲沙取出了一小段养仙木的粉质，直接挥手将其融入了梧桐树之中。给本尊一滴你的精血。笑傲沙将袁凤的血直接融入了梧桐树之中。原本仅有极品先天灵根品阶的梧桐树，飙升到仅差一丝就成为混沌灵根。梧桐树蜕变成功之后，结出了一只凤羽凰，凤为雄，凰为雌，各占了一半。多谢道尊。为了感谢笑傲沙，袁凤也是拿出自己最珍贵的灵果来招待。转眼间，便到了罗侯与英国等人定下的日子。整个洪荒所有生灵都十分期待这一次的相聚。此次相聚由罗侯、英果、乾坤、五行这4个老祖带头。而在不死火山中，袁凤也是犹豫的看着笑傲沙。想去就去吧，刚好也出点力，对你来说也是一件好事。至于本尊，也该回道场看一看了。好，多谢道尊提醒。好了，我也该离开了，有空也可来舟山找我。原来道尊的道场在舟山，在须弥山上，随着太乙仙入之后便根据自己的实力纷纷落座，而最前方摆着5个玉台。不是只有4位混元金仙老祖吗？怎么还多出了一张玉台？莫非是那个老祖在这些年来突破了？红军看着须弥山下的一众玄仙、金仙，顿时眉头一皱。罗侯等人也真是的，怎么还让一些小喽啰前来了呢？这时祖龙与史麒麟也来，坐在大罗金仙范围的中等位置。袁凤竟然没来，也不知道这女人到底是怎么想的。这袁凤不来，若是被人说成不尊那4位混元金仙老祖，牵连到他们，可就太委屈了。这女人怎就如此不识大体？这时5道远在大罗金仙之上的气息突然降临在众人之上，眨眼间便已出现在玉台上。恭喜诸位道友已成混元金仙，恭喜恭喜！那位老祖是？那是杨梅老祖，乃是与盘古大神同一时期的人物，如今更是堪称洪荒第一。低调低调，我就是一普普通通的道人，怎敢自称洪荒第一人？更何况在笑傲沙道友面前，谁敢说自己是洪荒第一人 ？What？ 笑傲沙，这又是谁？竟然还在杨梅老祖之上？于是有不少人开始推演起来，可刚一推演，众人顿时脸色骤变。道尊。罗侯目光缓缓扫过了众人，却是在红军身上多停留了那么一瞬。怎么又是这头老泥鳅？本老祖今日邀请你们，就一件事，无欲在洪荒布下一座大阵，希望你们也能出上一份力，就这么简单。众人在听到罗侯这般直言不讳的话，很不爽，但碍于罗侯如今的修为，也不好多说些什么。而就在这时，袁凤堪堪来到。袁凤一看场上的死寂气氛，顿时心中咯噔一声。一些人终于找到了出气的口，纷纷将死气息瞬间散布开来。哪里来的畜生，竟敢如此轻视吾等？不知道这次聚会已然开始了吗？一道道气势瞬间就要落在了袁凤身上。这时，杨梅突然在袁凤身上感受到了一丝笑傲沙的气息，随即挥手将一切气息全部镇压了下去。杀！所有人都是愣住了，不明白为何杨梅会突然出手相助袁凤。不知傲沙道友是否安好？见过杨梅老祖，道尊他一切安好。可是傲沙道友让你来的？是。既是傲沙道友让你来的，那就坐前面一点吧。不知诸位对罗侯道友的提议有何看法？不知道友为何要布下大阵？阴阳，你少在这问东问西的，本老祖是看得起你，才让你来的。若是不愿本老祖，也不介意拿你为基来炼化大阵。阴阳顿时气得火冒三丈，若不是红军拦着，他恐怕此时都要直接动手了。诸位道友别生气，此次之事是傲沙道友拜托吾等来实施的，其目的也是为了洪荒好。吾等如今作为洪荒的一份子，是时候也该付出一份力了。更何况，据道尊所说，此次之事对尔等也是大有所益的。听到了五行老祖所说之话后，所有人都是恍然大悟。既然是道尊之事，那吾等亦可付出一份力。随后，由杨梅、罗侯等5位混元金仙一一布置下了所负责的区域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安排妥当之后，洪荒众人开始布置大道阵基，而大阵只有笑傲沙一人能够布置。当他们布置好了一处阵地，愣了一下，他们刚刚竟然感觉到了洪荒天道的欢愉。虽然天道还未出世，但实力到达一定层次的洪荒生灵都知道，离天道出世的日子已然不远了。而在洪荒之中，那些老祖大能们离开久了之后，底下的人突然就有些按捺不住了，于是洪荒之中竟然逐渐变得混乱起来。这一天，突然所有人抬着头看向了洪荒虚空之中，在光芒的最中心处，涌动着3000法则之力，蕴含着无尽的规则与奥秘。只见一个模糊的身影缓缓在其中浮现。
在他出现的那一瞬间，洪荒之中的时间都仿佛停止了流动，就连空间都凝固在了一起，仿佛依旧是这一片天地的中心，是洪荒万物的主宰，更是整个洪荒凝聚而成的化身。笑傲沙也在静静的看着，这与大兄有着4、5分相像的清明。吾乃天道，应运而生，成大道，成任，掌管世间万物之命运，宇宙之纲常。此时，一道让笑傲沙无比熟悉的声音响彻在了整个洪荒。随着大道的话音落下，天道的身影朝着大道鞠了一躬后，便消失在了众人眼中。此时，洪荒中的天道气息不断壮大中，洪荒中的大道法则也在此刻替换成了天道法，大道彻底隐退。而在洪荒上方，突然凝聚起无数功德之力，根据每个人做出的贡献不同，纷纷落在了那些在干活的大能们身上。其中以罗侯、杨梅5人的功德最为庞大，而仅剩的1/3功德直接出现在了傲沙界中，但萧傲沙却是没有将其收起来。你刚出世，还是省着点吧，万一哪天没有功德落下来，就尴尬了。更何况我也不差那么点功德，大道给我的我都一直没用呢。而听到萧傲沙的话，天道有些委屈起来，给你还不要，这二叔真是讨厌。这样吧，你先攒攒，到时候功德有多余了，再一次给我，你看怎么样？听到萧傲沙这话，天道这才兴高采烈的收回了自己的功德。而在洪荒的生灵看着虚空上的功德消失不见，也是有些无比可惜，没有自己一份，天道不公啊！这时空中突然浮现在出万千法则与规则之力，天道垂爱，快参悟！这些人赶忙盘坐了下来，开始修炼参悟。而在傲沙殿中，一众童子望着笑傲沙拒绝的天道功德，心疼不已。吾傲沙界中，虽然大道法则显现无疑，但这天道出世这尔等也是一份机缘，毕竟这可是给予洪荒众生灵的恩赐，尔等自可参悟一番。好的，老爷，我们这就修炼。而就在洪荒生灵都忙于修炼之时，孕育了无数年的凶兽之皇神秘终于出世了。且一出世就是混元金仙巅峰，伴随着神秘的还有着4大凶兽，分别是饕餮、混沌、桃物、穷奇，每一个都处在混元金仙初期。孕育了无数年的凶兽之皇神秘终于出世了。且一出世就是混元金仙巅峰，伴随着神秘的还有着4大凶兽，分别是饕餮、混沌、桃物、穷奇，每一个都处在混元金仙初期。此时洪荒各地的凶兽们也在神秘出现自有的主性一般，纷纷朝着神秘所在之地汇聚而去。天道留下的痕迹足足有每一天都有无数人突破境界。无知善师出。突然多出了一道身影，与红军有几分相像，但看起来很和善。这乃是红军研究出来的一门法门，名叫斩三尸之法。见过本尊。现在还不到时候暴露无知法，你可先在洪荒之中游历一番。也好，顺便寻找一下造化玉蝶碎片。凭借着天道功德，阴阳、造化等混沌魔神也成功突破到了混沌期，而洪荒中的生灵也是明显提升。就这样，一个个阵基也被他们布置下去。一众大能终于将全部阵基都已布置下去，只差道尊力起大战而已了。这时，一个身影突然出现在了众人眼中。这就是道尊吗？吾乃笑傲沙，在此替洪荒多谢诸位这2个谅解以来的帮助。笑傲沙的声音响彻了整个洪荒，而洪荒之中，神秘感受着笑傲沙那磅礴到了极致的气势。笑傲沙，哪怕是身为混元金仙巅峰的他，依旧在笑傲沙身上感觉到了一股深深的无力感。他不知道笑傲沙对他们凶兽一族到底是何想法。兄长，不如吾去拜见一下道尊，而到时候吾等一族也好根据道尊的想法布置下去。也好，这些日子吾族也收集一下宝物，到时候你一度送去。当话刚说完，神秘脑海中便想起了笑傲沙的话：拜访就不必了，吾不会插手此次洪荒之事。本领道尊，这个送给你。这是火麒麟神兽，你哪里来的？这是在我左下角的游戏完成活跃任务送的。那是什么？就是这上古修仙手游，现在新版本离一折山海异兽版、修仙山海异兽同游。玩法这么有趣的吗？那当然了，生品妙药都能自己种，而且上线还送永久有效的648代金券和超多好礼。你也快去下载一个来中我互相串门了。我现在就去下载来玩。随后，神秘跟四兄陈述，笑傲沙不会插手。今日便是无凶兽一族扬名立万之时，告诉底下的孩儿们，他们也该活动活动了。是。笑傲沙看着眼前的一个个阵基，随即挥了挥手，一张阵图迅速扩张起来。笑傲沙也是看向了天道，助我一臂之力。随着天道的加持，阵图直接笼罩住了整个洪荒，四方护神大阵落。洪荒4个分别升起了一道巨大无比的光，与洪荒中心的舟山形成了5方之势，不断的从洪荒天外之中吸收混沌之气。
在东西南北的4个方位各设置一位红方神明，便可以与他所在的舟山形成对红方的群方力镇压。随着4方护神大阵的成型，天道再度降下了功德。根据之前每个人的功劳分配，其中5成的功德飞向了笑傲沙，但笑傲沙反手就将这些功德直接打入4方护神大阵。What？ 不愧是傲沙道友啊，还真是随性。结束后，众人纷纷离开了天外天。乱世将起，诸位道友还是早做准备为好。众人顿时眉头一皱，开始推演起来。这一推演，顿时脸色有些难看起来，竟然是洪荒亮劫将起。多谢道友提醒，吾等就回去。众人纷纷赶回去。此番乃洪荒第一亮劫，凶险程度极为强悍，哪怕是他们，说不定都有陨落的可能。见过老爷。亮劫将至，尔等可有什么想法？老爷，您是想让吾等入劫吗？对，虽然尔等生于无傲沙界中，亮劫本应与尔等无关，但吾还是希望尔等能出去闯荡一番。老爷让我们去，那我们就去。尔等可要考虑好了，入劫之后不可随便报尔等的来历。好的，老爷，吾等去。笑傲沙随即挥了挥手，将一众童子徒弟扔到了之中。而众人的出现，自然是落在了附近的一些大妖的眼中。他们看着眼前的一个个小巧玲珑的可爱童子，也是不禁咽起了口水，但就是不敢动手，毕竟这一个个的可都是太乙金仙啊，与他们的修为都差不多了。于是想了想，也是纷纷避让开来。一众童子童女自然也是能感觉到周围的其他人的目光。为首的童子翠微和为首的童女韩苏思考了一会，也是纷纷让众人换一个形象，毕竟他们这些童子童女的形象一看就显得好欺负。这样一来，老爷恐怕也认不出我们了。放你他娘的狗屁！那可是老爷，会看不出来吾等。也是哈。我们先打探一下如今的情况，盲目的行动恐怕会吃亏。众人也是分别朝着各地。翠微这一部分人马也是遇到了一头正在与诸位道友，还请助吾一臂之力斩了这头孽畜，待事后吾自有报酬。道友好，不知是何等报酬啊？乃是吾无意发现到的一件上品先天灵宝，无意没有将其取走。若是道友等帮我渡过此关，吾一定将地点告诉道友们。告辞。那干脆利落的行为，让那名大妖都不禁愣了一瞬。不是，那可是一件上品先天灵宝啊！但他不知道的是，这群童子可以说是妥妥的富二代。那头大妖好生无礼，既想让吾等出手助他，又不愿拿出些好点的报酬，真是小气。老爷说过，这种人不能深交。一件上品先天灵宝，还那么不舍，谁救你啊？他们可是见过笑傲沙用乾坤鼎练过一些法宝，一练就练一大堆，且都是极品先天灵宝，而他们也都有个3件5件的极品先天灵宝。而就在翠微等人没离开太久，刚刚那头凶兽朝着翠微等人遗留下来的气息冲去。好一头大胆的畜生！这么不经打，莫非刚刚与那头大妖一战以后，已然身受重伤？吸收完信息之后，翠微等人也是对如今洪荒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这番入劫，凶险之极啊！走，吾等去须弥山。于是乎，3天朝着须弥山赶去。而在洪荒各地，一个个大能也是趁着这短暂的时间，尽可能的提升自己的境界。10万年匆匆而过，在须弥山中，此时也是聚集了不少洪荒大能，为首的自然是以罗侯、杨梅等人的混元金仙，加上这10万年新突破的铃木老祖与造化老祖，加起来整整12名混元金仙。洪荒第一亮劫爆发，12名混元金仙齐聚须弥山，对抗神秘及4大凶兽。出发！刹那间，大军如离弦之箭般向着凶兽疾驰而去。终于来了，传下命令，让五祖儿郎们准备好大吃一顿。是。大兄，你可得让一些混元金仙给吾等。哈哈，放心，会的。走吧，吾等也该登场了。万族生灵来到了凶兽巢穴，呈现在他们眼前是一只面目狰狞的凶兽。这时红军第一个跳了出来，神力何在？听到区区一个混元金仙初期的修士用这般话术对待自己的大兄，混沌顿时怒火冲天。哪里来的老泥鳅，也敢这般辱我大兄？混沌朝着红军狠狠地扑杀过去。红军招出了自己的法宝诸天庆云。这个老泥鳅竟然还有这等至宝！混沌恐怖的气势压在这时杨梅终于出手，一道强大的力量瞬间席卷而出。
眨眼之间，那股威压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时，混沌带着毁天灭地之势，狠狠地朝着红军开去。混沌的巨掌一堆武器接触而上，红军的那股巨力就直接拍飞出去。老泥鳅不过如此。看着自己对方顶尖战力被人抽飞了出去，万族顿时愣了一瞬。这老泥鳅还真废物，你说你逞什么能呢？没过去多久，红军再度飞了回来。此时他的脸色也是不怎么好看。这时，神帝也是缓缓出现在了一众凶兽的头上，面色平静地打量着眼前的杨梅。老道可能不是他对手。无祖儿郎们，时光堂。杀！杀那种万族生灵对战死线，很快战血流成河，而双方阵营中的混元金仙却还没出手参战的一刻。过去了万里，凶兽越阵越强，打得万族生灵是节节败退。而这时，罗侯终于忍不住，只见他脚踩12品灭世黑莲，手持是神枪，指向了除神逆外看起来最强的混沌。天外天一战，你看起来不错，比那老泥鳅好多了。既然你要战，那便战吧。接着，众混元金仙强者也是纷纷看向了神逆与其他三兄。吾等天外天剑，万族的一剑混沌和神逆统一。而等众人来到了天外天之后，只见混沌和罗侯早已战成一时间，谁也不清楚。然而就在五行老祖即将出手之际，只见那穷奇身形一转，狠狠地撞向了五行老祖。单着吾的面也敢如此放肆，真当吾等不存在呢？见了五行，吃此大亏，其余万族中的混元精血于是纷纷迎上了自己的对手。因果、铃木、轮回对上了饕餮，阴阳、道化、红军三人则是对上了桃物、命运、乾坤、混鹏对上了穷奇，五行则是选择加入了罗侯与混沌的对战之中。而杨梅见到神逆没有丝毫出手的意思，便也没出手。此时的笑傲沙观察着这番大战，老杨啊，老杨，人家在等帮手，你在等什么？等死吗？此时天外天下，到处都是因一众混元精血。罗侯由于有着五行老祖的帮助，一时间混沌被打得节节败退，血洒天外天。不仅仅是混沌，其余的桃物、饕餮也很大，身躯便被打得支离破碎。但神秘还是没出手，且四大对手也没有丝毫担忧之色。杨梅见到如此情形，心中那种不祥的预感愈发浓烈起来。他知道他不能再等了，念头至此，杨梅眉心处赫然出现了一株不足半米的杨木，化作一道流光，径直朝着混沌。而就在此时，混沌察觉到了一股死亡气息正朝自己袭击而来，刹那间，无数红烟幻化成刀刃，似乎随时将它切割成碎片。然而下一个瞬间，那空间之力却被一只无形的手掌拍消散。杨梅道友这般对无族大兄贸然出手，是不是不太好？还没等杨梅有所回应，这时天外突然多出了7道身影，无一不是混元金仙。你凶兽一族，竟还有其余的混元金仙？不仅仅是杨梅，就连与4大凶兽对战的一众罗侯等也是十分震惊。不然你以为人家神逆等着干嘛？人家在等兵线，你倒好，真以为人家神逆不想跟你出手呢？罗侯等一众混元金仙感受着新出现的那7头凶兽，此时也是久久说不出话。我的天，这还打什么？哼！尔等莫不以为这是个亮节的时间，无凶兽一族是平白度过的吧？无祖儿郎们，真正的战斗开始了，去撕碎他们！12名混元金仙大战神逆及4大凶兽，谁知神逆还有7名混元金仙。一时间，那7头混元金仙的凶兽也是纷纷加入。罗侯、因果、五行、红军分别对上了4大凶兽，而其余的7名混元金仙则是对上了新出现的7名凶兽。此时面对红军的，则是模样最为惨烈的混沌。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这老泥鳅！怎么先前的教训忘了？好一头能说会道的孽畜！老道此番必定斩你！红军手持盘古幡，直接朝着混沌挥舞而下。随着一声超声巨响，混沌和红军双双被震飞。接下来，两人打得你来我往，战况十分焦灼。而其余的一众混元金仙是如此。而杨梅此时与神相比神帝，杨梅则显得有些心酸。而在洪荒之中，奥沙界的3天童子童女也是终于赶到战场之上。这就是亮姐吗？大哥大姐，我们实在不行，要不回去吧？是啊，何况我还没女朋友。你用探探啊，探探智能匹配附近的女孩，喜欢右滑，相互心动，动动手指就能脱单了。单身的兄弟们赶紧试试探探吧。哼！尔等别忘了，我们是代表着谁？下次谁敢折损老爷的面子，休怪吾不给他面子。你们清楚没有？清楚了。走，吾等入劫。好。一众童子随即走向了战场。不知道过去了多久，铃木老祖被眼前的凶兽击穿了身躯，鲜血四溅，染红了周围的一片。由于被亮劫之气影响，此时的铃木老祖赫然做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今日便是我铃木老祖的死期，但即便如此，我也要拉你一起陪葬。
铃木老祖自爆了，释放出无尽的光芒和狂暴的力量，瞬间便将眼前的凶兽彻底吞没，消散于无形之中。又过去了4个月，造化老祖陨落了。陨落前也是将眼前的凶兽给带上。随着造化陨落，他仅剩的一缕本源也是消失在天外天中。只有笑傲沙能看到，造化遁走的那一缕本源飞进了洪荒之中，最终落在了一处密地之中，尚且还在运化之中的一个生灵体内。那生灵虽未运化而出，但以笑傲沙知道，那便是日后的女娲。随着铃木、造化两人的生死，命运轮回两人也在4个元会后就此身陨，就连混都被临死之前的混沌自爆给带走。而红军由于有着诸天庆云的庇护，只是受了一些重伤。而混鹏身死后，也残留了一缕本遁入了洪荒之中，落在了北冥之海中一条尚在运化的生灵之中。而随着命运、轮回、混鹏3人的身死，天地间的亮劫之气顿时消散了不少。而这也让以杨梅、罗侯等人为首的混元金仙们纷纷清醒过来，看着依旧强盛的凶兽一族，再这样战下去，他们恐怕会败得一塌糊涂。于是乎，纷纷对视了一眼，留下一句1000元会后再战，便纷纷不约而同的直接遁走。而看着众人的遁走，熊奇刚想劝自家大哥将他们拦下，让他们离开吧。为何？让大哥徒弟救你们，为何不去水？神秘看了一眼穷奇3人身上遍布全身的伤痕，听大哥的。神秘知道此战虽然会胜，恐怕自己这边也会损失不少。这次亮劫还远没有结束，等你们都恢复好了，开不开战还不是由我们说了算。而在洪荒之中的大罗金仙们也收到撤退消息，也是心中不禁咯噔一下，老祖他们竟然败了。前辈是有什么情况吗？我们撤。收到命令，洪荒万族仅剩的生灵开始撤退，但凶兽一族怎会放过这个机会？于是更加疯狂了。一时间，万族生灵溃败不已，一路上都是他们残留下来的尸体。就这样逃离了数个元会，凶兽才终于放弃了追捕。而等那些大能清点了一下仅剩的万族生灵后，顿时愣住了。这一战，他们足足陨落了70%之多。这就是亮劫嘛！天道不公，天道何其不公啊！洪荒各地到处都是哀鸣、啼哭之声，简直震动了整个天地。这时，洪荒的天忽然亮了起来，一道朦胧至极的化身突然显现在了虚空之上。我还以为你忘了呢。此时虚空上浮现出漫天的功德之力，下一抹纷纷落在了存活下来的万族生灵之中。那是一众生灵在此战斩杀凶兽的功德之力。由于凶兽乃怨煞之气所化，消灭他们自然是对洪荒有利，且凶兽身上也有着不少的混沌魔神血肉，他们陨落后也可以补充一部分洪荒的不得。万族生灵感受落在自己身上的功德之力，也是恍然明悟过来，且凭借着这份功德，张氏也很快恢复了过来。真是可惜了，混鹏道友他们若是能活到现在，恐怕凭借这一份功德，步入混元金仙中期恐怕也是轻而易举。这天道着实不公，为何他们有功德，唯独我凶兽一族就没有？这还是天道？这还叫功德吗？神秘虽然气愤，但还是保持住了理智。你们赶紧吸收天地间的怨煞之气，尽快突破到混元金仙后期。随后，神秘及4兄都回了自己的修炼场所，闭关修炼。一时间，随着万族与凶兽都安静下，专心突破修为，洪荒竟然陷入了久违的宁静时间。而离须弥山不远的区域中，翠微与韩苏等人泪水止不住的落下。这一战，他们足足陨落了将近2000人，3000童子童女，如今只剩下了1000出头。而在沙傲殿中，笑傲沙正看着翠微等人此时的景，被笑傲沙复活的一众童子童女也是陪伴在笑傲沙身旁。转眼便过去了50个元会，经历了这些年后，洪荒万族终于恢复了一些元气，也诞生了不少新的生灵。而翠微与韩苏两人如今更是突破到了大罗金仙初期。转眼便过去了50个元会，洪荒万族终于恢复了一些元气，也诞生了不少新的生灵。突然，笑傲沙疑惑地看向了洪荒，他刚刚竟然感觉到了与他有着师徒之缘之人。原来是他呀！在一处洞天之中，一块青石不断地吸吮着周围的灵气，也有不少的时间法则一同融入其中，而中间逐渐浮现出一道道黑色的斑纹。时辰就是混沌中的一块青石所化，而眼前的也是一块青石。时辰虽已彻底陨落，但还是有不少因果跟着他的一部分本源留下来，被他吸收承接了过来。若是按照原本轨迹的话，这块青石根本不可能化形出世。算了，既然你与我有师徒之缘，本尊就帮你一把。笑傲沙取出了之前的大道功德，分出了一部分直接融入了这块青石之中。随着大道功德的融入，青石上面的黑色的斑纹慢慢褪去，凭借大道功德，青石开始运化起来。100个元会后，眼前的这块青石终于诞生了灵智。多谢前辈。你叫什么？吾暂时还没有名字。那你便叫拂晓吧。好，拂晓多谢前辈。也别叫什么前辈，其实本尊也不瞒你，你与本尊乃有师徒之缘，不知你可愿拜我为师？拂晓愿意拜见师尊。既然如此，那从今日起汝就为我做下大弟子。师尊，徒儿还不知道您的名讳呢。为师名为笑傲沙，这洪荒之人都称吾为道尊，亦是盘古大神的亲弟弟，也算得上这洪荒的半个主人吧。为师观你如今的情况，想必化形而出也花不了太久了，好好修炼吧。为师很期待你日后的表现。
拂晓定不负师尊的期望。于是笑傲沙便将自己对于时间法则的理解揉碎了讲解给拂晓听。修炼了近300元会的杨梅突然睁开了双眼，终于突破到混元金仙巅峰，这下面对神逆总算能轻松不少了。须弥山中，罗侯似乎感应到了什么，直接将手上造化玉蝶碎片给收了起来。你突破到混元金仙巅峰了，侥幸罢了。也恭喜罗侯道友突破到混元金仙后期。凶兽那边有什么情况吗？凶兽一族正忙着吸收怨煞之气，正打算突破境界呢。要是神力突破到了混元大魔金仙，恐怕吾等这些人加起来都不是他一手之敌。哼，那神力想在这几百个元会中突破，没那么容易。你可别轻视了那神力，要知道他出世之前就已然是混元金仙巅峰了。想必因果、乾坤等人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等他们一突破，吾等就杀过去。杨梅道友觉得如何？老道也是这样想的。此时，距离凶兽一族与万族定下的1000元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这一天，万族中的所有大能都汇聚在了须弥山中。凭借着之前降下的天道功底，所有人都已恢复，且有些人更进了一步。混元金仙中，杨梅乃是混元金仙巅峰，罗侯则是混元金仙后期，而因果、乾坤、五行、红军也是突破到了混元金仙中期，而阴阳还是混元金仙初期。万族的动静也是引起了凶兽一族的注意。吾等还打算给他们一些时间巩固呢，没想到这么不知死，传下去，让底下的儿郎们做好准备。随后，陈皮、饕餮以及陶武等来到了神秘闭关修炼之地。也不知道大哥何时能出关。又过去了一个元会，在这一天，万族的一众混元金仙也是出现在了须弥山上。吾等这一次是要将之前的耻辱给洗刷干净，尔等可有信心？有信心。出发！这一战，吾等万族必胜。必胜！